欢迎来到走马观尘的频道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白话版《聊斋志异》，崂山道士，作者蒲松龄。本县有个姓王的书生，排行第7，是过去一个世家大族的子弟。他从小仰慕道家的方术，听说崂山上有很多神仙，就打点行李前去访仙学道。一天，他登上崂山的山顶，看见有一座道观，很是幽静。里面有个道士正端坐在蒲团上，一头白发披散在脖颈上，神态爽朗不俗。王生上前探问，并与他交谈，觉得道士说的话很是玄微奥妙，便请求道士收他为徒。道士说：恐怕你娇气懒惰惯了，吃不了苦。王生回答说：我能吃苦的。道士的门徒很多，傍晚时全都来了。王生和他们一一行礼后，就留在了道观中。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，道士把王生叫去，交给他一把斧子，让他同大家一起去砍柴。王七小心谨慎地按着要求去做。这样过了1个多月，王生的手脚都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，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劳苦，暗暗产生了回家的念头。一天晚上，王生打柴回来，看见2位客人和师傅坐着饮酒。这时天已经黑了，还没点上灯烛。师傅捡了一张如同镜子一样的圆纸，贴在墙壁上。一会儿，那纸就变成了一轮明月，照亮了整个屋子，亮堂堂的，连毫毛都可以看得见。各位弟子都在周围听从吩咐，奔走侍候。一位客人说：这么美好的夜晚，应该和大家一同分享啊。于是他从桌子上拿起酒壶，把酒分赏给众弟子，嘱咐他们一醉方休。王生心想，7、8个人，1壶酒怎么能够都贪到呢？这时大家各自找来杯子罐子，争先恐后的倒酒喝，唯恐酒壶空了。然而众人从里面不断的往外倒，那壶里的酒竟一点也不见减少。王七心里很是惊讶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位客人说：虽然承蒙您赐给我们月亮来照亮，但这么寂寞无声的饮酒，为什么不把嫦娥唤来呢？于是他把筷子向月亮中一抛，随即看见一个美女从月光中飘了出来，开始还不到1尺高，等落到地上时就和常人一样高了。她腰身纤细，脖颈秀美，风姿翩翩地跳起了霓裳羽衣舞。跳完舞又唱起了歌：轻盈起舞呀，你快回来呀，你为什么幽闭我在广寒宫里呀？她的歌声清脆高亢，嘹亮的像是吹箫管一样。唱完了歌，嫦娥盘旋飘然而起，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。大家正惊奇地看着时，她又变回了筷子。道士和客人3人一起开怀大笑起来。又有一位客人说：今夜最为快乐，但再也喝不下酒了，请把送别我的酒宴摆在月宫里吃，可以吗？说完，3个人就带着酒席慢慢飞进了月亮当中。大家看着他们3个人坐在月宫里饮酒，连胡须眉毛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好像形象照在了镜子中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月亮渐渐暗淡下去了。弟子点上蜡烛来，只看见道士一个人坐在屋子里，客人们都已不见了踪影。桌子上的菜肴果品仍然残留在那里，再看看墙上的月亮，不过是一张像镜子一样的圆圆的纸片。道士问大家：都喝够了吗？众人一齐回答说：够了。喝够了就早些睡觉吧，不要耽误了明天打柴。大家答应着，纷纷退下。王生心里暗暗惊喜羡慕，打消了回家的念头。又过了1个月，王生实在受不了劳苦了，而道士还是连一个法术也不传授。王生心里也不想再等待了，就向道士告辞说：徒弟从几百里以外来向先师您学习道术，即使不能学到长生不老的法术，哪怕能学到点小法术，也可以安慰我的一片求教之心了。现在过了2、3个月，天天都不过是早上去砍柴，晚上回来。徒弟在家里可从来没受过这种辛苦。道士笑着说：我本来就认为你不能吃苦，现在果然如此。明天早晨就送你回去。王七说：徒弟在这里劳作了多日，请师傅稍微教我一点小本事，这次就不算白来了。道士问：你想要学什么法术呢？王生说：
我常见师傅行走的时候，墙壁也不能阻隔，能学到这个法术，我就知足了。道士笑着答应了他。于是道士就教他念口诀，让他自己念了咒以后，就招呼道：“进去。”王生面对着墙，不敢进去。道士又说：“你试着往里走一下。”王生果然慢慢地往前走，到了墙跟前，却被阻挡住了。道士说：“你低头快进，不要犹豫不前。”王生果然在离墙几步远的地方，冲着墙跑了进去。到了墙里时，好像空空的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回头再一看，身子果然已经在墙外边了。王生大为惊喜，又回去拜谢师傅。道士说：“回去后要清白做人，否则法术就不会灵验。”于是送了他路费，让他回家。王生回到家里，自吹自擂地说遇见了仙人，学会了法术，坚固的墙壁也不能阻挡他过去。妻子不相信，于是王生仿效起那天的举动，离墙几尺远，往墙里跑去，不料一头撞到硬壁，猛地摔倒在地上。妻子扶起他一看，只见额头上肿起了鸡蛋似的一个大包。妻子讥笑他，王生觉得又惭愧又气愤，大骂老道士不是个好东西。意思是说，听到了这件事的人没有不大笑的，但却不知像王生那样的人，世上真还有不少呢。现在有一种鄙陋粗野的人，喜欢像疾病毒药一样的坏东西，却畏惧治病疗伤的药物，于是便有一帮拍马屁的人向他进献显威风、逞暴力的办法，以迎合他的心意，还骗他说掌握了这种法术去运用它，就可以横行天下而无可阻挡了。起初试行未必没有小效果，于是他就以为天下之大都可以任他这样干了。这种人不到撞在硬币上摔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是绝不会停止的。